第41章协作。离开黑角街47号的时候，克莱恩已经弄清楚了温特的基本情况。这是他变化长相，伪装成警察，从附近邻居口中打听到的。西米姆岛，罗斯德群岛最远端那的岛屿，从拜亚姆过去需要乘坐客轮，花费4到5个小时，而且客轮每天只有2班，分别在上午9点和10点。今天已经错过。温特的父母早已亡故，也没什么亲属。涉及的人员只有一个他无法忘怀的女孩蕊妮，是初次真实扮演再好不过的对象，适合我这种新手。但想要替温特表白，还是发自内心的尴尬啊！如果那女孩答应了，我去那该怎么收场？克莱恩一脸为难的想着，他努力回想读过的小说和看过的影视剧，希望能得到最为完美的处理方案。很快，他就有了大致的想法，心情随之稳定，思绪开始往钢铁麦维提的事情上转移。希望魔术师小姐能尽快弄到无线电收报机。克莱恩无声感叹，上了辆出租马车。贝克兰德，乔伍德区，福尔斯拆开了修带回来的信，这来自于科学幻想类小说家阿维雷。对方很高兴的在信里与沃尔女士分享起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前景。福尔斯直接略过了开头和中间的内容，目光扫向最后，介绍了3款，有详细地址和大致的价格，最贵的也才12磅。福尔斯轻轻点头，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生意。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膨胀，或许是在塔罗会里见惯了几百磅几千磅的交易，10磅左右的物品竟没放在眼里。世界先生有资源有财力，以后说不定还要从他那里购买物品，出手不需要的东西，原价上加个邮票费、来回马车费、一式材料损耗费就行了。福尔斯迅速打定主意，目光下意识望向了窗外。贝克兰德还是阴沉昏暗、小雨淅沥的状态，只是雾气已没有之前那么浓厚，也不知道太阳的食灵者卫带什么时候能到。福尔斯觉得自己已迫不及待想要晋升。白银之城，伯格家。戴里克已准备好食灵者的卫带和倒吊人先生指定的几种材料，但没急着向愚者先生献祭。他打算再等一等，等首席领导探索小队外出或主持某些祭礼时，才做相应尝试。这样最安全最稳妥。谨慎小心，戴里克提醒了自己一句，随即翻开了面前的巨人王庭黑岩之书手抄集。最近一段时间他都在阅读这本古籍，从中窥见到了古老年代里那个巨人王庭的少许面貌。按照古籍的说法，那就是神之王庭。时间在那里仿佛凝固，永远处于黄昏，所有的建筑物都极为恢宏，极为壮观，甚至耸入了云层。人类走于里面异常渺小，会发自内心的敬畏这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主人。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威曼迪家。听完讲解的埃姆林怀特用手作书，理了下头发，故意问道：男爵大人，我忘记了在哪里听过第2纪元或者第3纪元前半段，有一个很出名的城邦叫白银城，威曼迪是位吸血鬼男爵，年龄已超过200岁，但外表却一点也不苍老，反倒像一个刚30出头的成熟男士。他黑发整齐厚梳，身穿暗红色的棉质衬衣，手里拿着个咖啡色的烟斗，边享受着壁炉的温暖，边思索着说道：没有，至少我的记忆里，大灾变前没有白银城。不等埃姆林高兴，他自言自语般往下说道：但有一个白银之国，原本被巨人王庭统治，后来归属了那位白银之国。埃姆林怀特想了想道：男爵大人，有更具体的情况吗？威曼迪抬头看了他一眼，微笑着回忆道：白银之国在巨人王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他们没有直接信奉巨人王奥尔米尔，信仰的对象是巨人王庭的王后欧米贝拉。慷慨之城拜亚姆，码头区，酸柠檬街，蔚蓝之风旅馆。克莱恩立在街角，解下左弯腕部的黄水晶吊坠，用占卜的方式确认了前方没有危险。心里有底的他慢悠悠踱步回旅馆，上至3楼，打开了豪华套房的房门。他略感意外的是，烈焰达尼兹已经回来，正瘫在安乐椅上喝酒。斟酌了下人设口吻，克莱恩平静问道：现在几点？不是有挂钟吗？达尼兹嘀咕道。他望向对面的墙壁，读出了当前时间，下午3点40分。话音未落，达尼兹突然警醒，一下坐直，干笑2声道：该打听的地方我都打听了，该拜托的人我也拜托了，没必要再待外面，那会增加暴露的风险，
影响你的狩猎计划。克莱恩找了张椅子坐下，面无表情的开口道：把经过讲一遍，能有什么问题？虽然我主要是追逐宝藏的冒险家，但也是合格的兼职海盗。达尼兹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侮辱。被格尔曼斯帕罗冷冷扫了一眼后，他又堆起笑容，将上午和下午各去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消息，大致谈了点什么，捡重点简单回顾了一遍。听见达尼兹感慨一个叫做阿尔杰的幽灵船海盗船长竟然知道了班西港的事情，克莱恩突的有些想皱眉。以倒吊人先生和风暴教会的关系，在我操纵世界主动提及前，他都不清楚班西港发生了变故，这个阿尔杰又能从哪里知晓？风暴教会内部地位更高的，伪装成海盗的强者，或者与班西港那些邪教徒有一定关系的家伙。倒吊人先生一直活跃于这片海域，不排除是他的可能。克莱恩心中一动，回想了下倒吊人的特征，在灰雾之上，他虽然看不清楚成员们具体的模样，但是男是女，发色如何，还是一目了然的。克莱恩抬手下压，制止了达尼兹后续的话语，低沉着嗓音道：头发很乱，深蓝色。你认识他？这家伙不简单啊！达尼兹感叹道。果然，呵呵，真没想到就这么遇上了。克莱恩未做任何回应，直接前倾身体道。继续，达尼兹没去多想，将之后的经历大致描述了一遍。自我辩解道：你知道的，打听消息这种事情，谁也无法肯定什么时候能有收获。找完了所有能找的人后，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耐心等待。这必然需要一定的不短的时间，有别的办法，不需要等待。克莱恩故意平淡的说道。什么办法？达尼兹愕然反问。克莱恩推了下金边眼镜，嘴角一点点咧开了弧度。用诱饵。达尼兹望着对方，一时有点不解。只是1秒的功夫，他已然醒悟了过来，能成为诱饵的只有他自己。而钓鱼这种事情，没谁关心诱饵会不会真的被吞下，只在意能不能把猎物扯上来。简单来说就是，诱饵是高风险物种。哈哈，这并不是一个太好的办法。我的直觉告诉我，红剧场那边应该能有点收获，我现在就过去看一看。达尼兹拿上外套，迫不及待地冲出了房门。克莱恩本想远远吊在烈焰背后，看能否发现些线索，结果耳畔突地响起了层层叠叠的虚幻气球声。这来自一个男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顿住脚步，转向走入了盥洗室。10来秒后，他出现在了灰雾之上，看见倒吊人对应的那颗深红星辰正不断膨胀和收缩。果然，克莱恩坐了下来，靠着椅背，蔓延出了灵性。倒吊人的声音一下变得清晰。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正在追查冰山中将那把钥匙的事情。于金币赌场遇上了烈焰达尼兹，从他的口中知晓他是班西港变故的当事人，并且打算和一位强者联手对付钢铁麦维提。我怀疑烈焰达尼兹合作的对象是您的眷者，所以向您祈祷。如果确实是，而他又希望得到一定的配合，我可以提供些帮助。倒吊人先生确实猜出了格尔曼斯帕罗的身份，他应该只是有一点点怀疑，通过询问班西港的事情，成功从达尼兹口中获得了证实。这样也好，有他这位地头蛇的帮助，狩猎钢铁麦维提的计划会顺利很多。除非能直接打击到愚者，否则倒吊人坑眷者没有任何意义。而从他的表现和态度看，他对愚者还没什么怀疑，我也没留下什么漏洞。克莱恩思绪电转，很快做出了决断。占卜之后，他具现世界，让这个假人笼罩着雾气，做出祈祷的姿势。陈然回应道：伟大的愚者先生，我正需要一定的协作。完成了这幕场景后，克莱恩连声音带图像，将信息丢入了象征倒吊人的深红星辰。第42章见面。下午5点，橄榄树大道，帕梅的占卜小屋。阿尔杰威尔逊推开上方有一格格玻璃的茶色木门，进入了这家神秘学主题的咖啡馆。他要了杯产自南大陆星星高原帕斯河谷的费尔莫咖啡，将之前买的那副塔罗牌拿了出来，摆在旁边。最上面一张正是倒吊人牌，描绘着一位双手反绑倒着吊起的天使。与上午不同，他已改换了装扮，套着身古典的深色长袍，戴着顶类神职人员的软帽，仿佛从民俗传说里走出来的巫师或魔法师。无声吸了口气，阿尔杰慢慢品尝起咖啡，完全没有在等待谁的焦急。过了大概5、6分钟，
镶嵌着厚玻璃的茶色木门又一次敞开，进来了位穿黑色呢制大衣、戴半高丝绸礼帽的年轻男子。这绅士的外表年龄不到30，脸庞消瘦，棱角分明，兼具成熟与阴郁两种气质，正是微调了外貌，更改了些许人设的克莱恩。他未戴金边眼镜，但视力却没受任何影响，目光随意一扫，就落到了阿尔杰深蓝色的鬓角上。克莱恩的视线随之下移，看见了摆在最上方的那张倒吊人牌，无需言语，他直接走了过去，摘掉帽子，坐到阿尔杰对面，阴沉笑道：“我想占卜。”说话间，他已将那位塔罗会元老级成员的容貌收入了眼底，五官深刻，轮廓粗犷，有明显的雨打风吹之色，一看就是比较能打且经常奔波在外的类型。皮肤偏古铜，却和本地人种有一定的区别，像是纯正鲁恩人常年日晒雨淋后的结果。但那深蓝色的头发又较为特殊，不属于鲁恩，更接近于迪西海湾靠狂暴海区域的殖民地人种。混血，克莱恩在心里做出了判断。阿尔杰看着对面的男士，慢慢将他与世界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然后推出那副塔罗牌，低沉说道：“这需要你自己洗牌和切牌。”克莱恩伸手拿起，全部展开看了几眼，接着将它们合拢在一块，哗啦啦做了次洗牌。他连续切牌，抽出3张，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牌阵。克莱恩身体缓慢后靠，右手却将正中间那张塔罗牌翻了过来，其上有位赤裸的、紧缠着紫色丝巾的女性，周围则是如同门扉的绿色花环。这正是编号为21的世界牌，第22则回归于0，象征愚者。该怎么解读？克莱恩故意问道。虽然倒吊人没有明确提过世界就是愚者的眷者，但克莱恩认为没必要在这方面抱有侥幸的心思，坦然表露更利于建立形象。如果对方还未猜到，这就是真诚有底气的表现。要是阿尔杰已经知晓，这能让世界显得从容，似乎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他知道我知道了，在灰雾之上提出那个话题前，他就相信我能猜到。厉害啊！阿尔杰心中一凛，语速不快不慢的回应道。逆位表示事情会因准备不足而失败，那要做哪些准备呢？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反问了一句。阿尔杰将世界之外的所有塔罗牌收回，手法熟练的重新洗牌和切牌。接着他翻开了最上面那张牌，这是一张教皇牌。阿尔杰嗓音依旧低沉，你需要忠告，需要信仰与宗教的帮助，避免走入错误的道路。不等克莱恩开口，他按照顺序翻开了第2张牌，上面有俯视着大地的月亮。你会迷惑，你会困顿，你会在梦境中徘徊，但这只是暂时的。紧跟着，阿尔杰给出了第3张塔罗牌，那是一张太阳牌。一切都会过去，光芒终将照耀大地。他就像个神棍般说道。克莱恩沉默了几秒，确认般问道：教会、梦境、太阳。阿尔杰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轻轻点头道：就是这样。刚才的塔罗占卜里，他蕴藏了后续计划的暗示。其实以他现在没进入牌局，根本未被关注的处境，完全没必要这么委婉，可以直接讲述具体的内容。但阿尔杰觉得还是该试一试世界这位眷者，看他是否拥有足够的头脑，而不是更多依靠武力。如果双方智商在同一水平线上，阿尔杰认为以后可以更多的合作。聪明人之间不需要说的太多，反之，他会尽量不让世界深入参与自己的事情，只在需要打手时请他帮忙，除非愚者先生另有命令。现在世界的回答和之前的表现让他确认对方老辣强悍，经验丰富。呵，我可是塔罗牌专家，在这方面，倒吊人先生你才刚入门。克莱恩暗笑一声，在心里贬低了对方一句。倒吊人隐藏在解读里的内容非常简单，教皇牌的意思是他想将烈焰达尼兹和钢铁麦维提的事情通报给风暴教会，借助带法者的力量分割敌人，坐收渔利。这是克莱恩惯用的办法，理解毫无难度。之后的月亮牌和太阳牌则是倒吊人做出的提醒，既然引入了带法者，就必须对此做一定的防备。而根据阿尔杰的经验，处理类似问题时，他在拜亚姆的同僚们肯定会启用一件能强行让范围内多人入梦的封印物。钢铁麦维提的特点则决定了必然有太阳领域的针对性物品出现。我克制梦境，不害怕太阳。克莱恩伸手将面前的逆位世界牌转了半圈，变成了正位，意思就是这个方案可行，我会做好准备。阿尔杰抬起脑袋，吸了口气道：
这里的主人擅长芳香疗法，能利用不同精油、纯露、熏香、花精的香味治疗相应的情绪问题，抚平不安的心灵。你想试一试吗？利用香树大道那个联络点。克莱恩微笑回应。好，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动，未再提芳香疗法的事情，一切尽在不言中。克莱恩未多停留，掏出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后，慢悠悠站了起来。阿尔杰收敛住笑容，以手按胸，微微鞠躬道：让我们赞美神灵吧，所有的占卜结果都来源于他提供的启示。哟，还懂得表忠心了。克莱恩忍着笑意，模仿倒吊人阿尔杰的样子，严肃地回应了一句：让我们赞美神灵。他往外走了2步，忽然停顿，回首望向阿尔杰，边戴上帽子边低笑了一声。坦白的讲，你并不适合这样的打扮啊。阿尔杰没能跟上世界先生的思路。等到克莱恩拉门走出了这家主题咖啡馆，阿尔杰收回视线，望向角落的镜子，认真审视起自己现在的打扮。他原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被世界提了这么一句后，他越看越不协调，终于明白了对方为什么那样说。因为看起来就很粗犷很风霜，似乎随时能喊来100个水手群殴对方，或者拿出斧头砍倒一片的家伙，确实不应该穿这么有神秘感的古典巫师长袍，气质非常违和。海浪教堂换回原本衣物的阿尔杰跟随祈祷的信众们低调的进入大厅，利用告解的机会，通过负责的牧师见到了教区主教乔戈里。行礼之后，他直截了当的说道：我遇上了烈焰达尼兹，他声称冰山中将的那把钥匙与死神宝藏无关，甚至愿意卖出。他有委托我留意钢铁麦维提的行踪，他之前似乎在这位血之上将的2副手上受了伤，并且急于摆脱对方的追索。乔戈里阁下，我想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钢铁麦维提和他的手下能成功堵住烈焰达尼兹，而我们则趁这个机会将他们全部捉拿或当场击毙，这能有效的打击海盗们的嚣张气焰。乔戈里露出了赞赏的表情。很好，你的办事能力比我预想的好很多。阿尔杰一脸虔诚的回应道：这都源于主的指引，也得益于您的教诲。傍晚我就会找适合的对象把消息透露出去，如果我再来做祈祷，就表示钢铁麦维提暂时没有任何行动，如果我未再出现，则说明已经被他或他的下属控制了起来，防止消息走漏。这意味着他们将进入渔网。交代完具体地点和其他事项后，阿尔杰重回告解室，正常离开。傍晚7点15分，香树叶酒吧，穿着阔脚裤，用头巾包住深蓝发丝的阿尔杰端着杯列朗奇，站在拳击台旁，隐含嘲笑的看着2位鼻青脸肿的比赛者。很快，他发现目标进来，直奔吧台。稍有等待，阿尔杰坐到了那位瘦削黝黑的男子身旁，呵呵笑道：听说钢铁来了拜亚姆。男子警惕侧头，皮笑肉不笑的回应道：我怎么不知道？是吗？看来烈焰骗了我。阿尔杰拍了下吧台，喝了口酒。烈焰达尼兹？那男子眼睛一亮，迟疑着问道：对，就是他。阿尔杰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上午在金币赌场遇到了他。这该死的家伙声称钢铁就在拜亚姆，呸，他竟然敢骗我。黝黑瘦削的男子眼珠微微转动，没有插言。他安静听完，站了起来，呵呵笑道：我忘记了，我还有件事情得去做，回头一起玩牌。他拍了拍阿尔杰的肩膀，看似平缓，实则急促的离开了酒吧。阿尔杰端着酒杯，半转身体的望着他的背影，眸光深沉，嘴角无笑。第43章冷静的斯考尔。抬头看了眼壁钟，见时间已经过了8点，阿尔杰放下厚实玻璃制成的酒杯，挤过来来往往的醉鬼，来到了大街上。因为罗斯德群岛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拜亚姆就像贝克兰德、普利兹港等大陆城市一样，街边竖立着一根根人高的黑色灯杆，瓦斯燃烧的光芒从金属围成的栅格里透出，照亮了还算整洁的地面。阿尔杰扯了下头巾，慢悠悠拐向旁边的小巷子，在封死的尽头闻到了夹杂酒味的尿骚气香。树叶酒吧虽然有盥洗室，但数量相对高峰期的顾客来说明显不够，某些憋不住的无法等待的酒鬼只好出来找僻静地方解决。红色的月光穿过云层，照入了这条巷子。阿尔杰还在考虑要不要装样子装得像一点时，背后就传来了一道结实饱满、隐含笑意的声音：你是故意把烈焰的消息透露给我们？还不笨。阿尔杰自语一句，缓慢转过了身体，
似乎在防备对方突袭。他看见7、8步外有道人影倚着墙壁，站姿很差。这人影1米7、8左右，戴着顶船形帽，脸庞消瘦，棱角尖锐，外表极具攻击性。他有一绺黑发垂下，半遮住了左边的墨绿色眼睛，这让他本身的冷硬柔和了不少。虽然通缉画像与本人往往有不小的差别，许多知名海盗甚至不需要做伪装，就能在城市里游荡。但阿尔杰作为教会内部人士，看过许多利用仪式画出来的近乎照片的肖像，且参加过海盗大会，还是顺利将眼前的家伙与悬赏令上的某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他没有表现出这点，故意迟疑着犹豫着反问道：冷静的斯考尔，这是钢铁麦维提的主要帮手，一个善于控制情绪、冷静思考但又毫无人性的非凡者。悬赏金额1500镑。那男子拉了拉黑色的风衣，露出笑容却不带笑意的说道：我可以否认吗？看来不行，就像你不能否认自己是故意在奥鲁玛面前提到烈焰一样，他不是一个喜欢动脑子的人，而我正好相反，我从没想过要隐瞒，我只希望用我获得的消息换取一些报酬。独自一个人的烈焰和帮手众多的钢铁之间，脑袋正常的人都明白该选哪个。当然，我希望你们为我保密，我并不想被冰山中将追杀。阿尔杰坦然回应。斯考尔悠闲而缓慢地点头道：具体讲一讲，和我之前提到过的一样，我在金币赌场遇到并认出了烈焰，他委托我帮忙留意钢铁的行踪。呵呵，他似乎想做出反击。阿尔杰嗤笑道：我们约定了联络点，我认为这是至少价值1000镑的情报。1000镑。抬头看看红月，你不是在做梦？斯考尔喝了一声，这也许是陷阱，你还不明白吗？烈焰很可能找到了帮手，所以才敢于反向寻找我们，是否为陷阱，不应该由我来判断。500镑，低于这个数目，我宁愿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阿尔杰为了报酬据理力争。300镑，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避免你再把这个消息卖给其他人，打乱我们的计划。等我们确实借助这个情报抓到了烈焰，或者通了他的灵，再支付你报酬。不用担心，食物、美酒和床全部免费，不管怎么样，你都赚了。如果有什么来源于你的意外，嘿嘿，你应该知道后果。斯考尔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口吻提议道。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在我背景不明且没有太大危险性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临时拘禁的可能远远高于灭口。不过，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有了相应的准备，只要不大意，逃还是不成问题的。阿尔杰故作为难的想了想道：不能超过2天，否则我的船员会带着我的船离开。超过2天，我会通知他们的。斯考尔掌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把锋利的手术刀，并玩杂技一样让他跳跃旋转着。等阿尔杰详细描述了香树大道15号这个联络点和相应的联络方式，斯考尔没再多说，转身于前面带路，领着阿尔杰7拐8绕，来到了不知哪条街道，进入了一栋毫无特点的房屋。好久不见，蓝发的幽灵船船长开门的是位头发白多黑少的老者，他做本地人打扮，穿着条宽松的阔脚裤。老奎因，你真是血之上将的情报官。阿尔杰故作诧异的开口。老奎因嘿嘿一笑道：传闻总是有真有假，你以为是假的，也许是真的。他没有开煤气壁灯，手里拖着个银质烛台，引着阿尔杰和斯考尔通过黑暗的大厅，进入宽敞结实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你在这里住段时间，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负责看守，并提供酒水和食物。老奎因笑着说道：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不会解除你的武装。好。阿尔杰主动走到了地下室的矮脚床边，老奎因随即关上厚重的石门，锁住了地下室。斯考尔未停留在此地，匆匆远去，并反复确认着是否有被人跟踪。换乘一次出租马车后，他来到了拜亚姆的鲁恩人聚居区，也就是上等人居住地。进了栋花园洋房，斯考尔看见麦维提正靠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自己，其余几位同伙或躺或站或坐，形成了半圆。傀儡和活尸们则充当着警戒四周的角色。钢铁嘴唇较厚，皮肤黝黑，头发一绺绺卷起，仿佛工厂里常见的那种钢珠。消息可靠吗？他胳膊的肌肉一抖一抖，极具力量感，可整体却给人冰冷阴森不像活物的错觉。斯考尔点了下头道：一个为金钱服务的海盗船长，我已经将他拘禁在了老奎因那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他肯定无法活着出去。我想他应该很明白这点。说到这里，斯考尔露出冰冷的笑意。不过，我们依然得提防意外，这可能是烈焰的陷阱，
你们有什么办法？麦维提直接询问道。他的目光最先望向的是躺在长沙发上的一个海盗，对方套着咖啡色的本地短袍，手指旋转着一顶中间凹陷的黄棕色草帽。这是麦维提本次行动的副手，在之前和黄昏中将的战斗里失去了自己船只的第6舰长。血色荆棘亨特利，悬赏金额3800镑。很显然，斯考尔已经有了办法。亨特利用草帽遮住了自己略显苍白的脸孔。斯考尔呵呵笑道：“约翰史密斯那伙冒险家不是派姆多隐藏身份加入了我们吗？不小心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并让他以为我们还在等待帮手，需要后天或者大后天才能动手就行了。那群贪婪的冒险家肯定不会放过烈焰，必然抢先下手。到时候我们找个地方旁观，如果真有什么意外，就让他们承受；要是一切顺利，正好连他们一起吃掉。”好，钢铁麦维提眼珠微动，迸射出强烈的嗜血冲动。凌晨时分，一切准备就绪。血色荆棘亨特利提过皮质行李箱，从里面取出了一张孔雀蓝地毯，将它缓慢铺到了面前，其上有诸多神秘奇异的图案，带着些许不属于人类般的风味。麦维提、斯考尔，另外2位非凡者，7、8个活尸和傀儡相继站了上去。亨特利最后进入，半闭上眼睛，默念出一个精灵语单词：飞行。孔雀蓝颜色的地毯猛然绷紧，浮了起来，载着众人离开地面，升入半空，向着香树大道飞去。这个过程里，亨特利掏出张黑色的手帕，抖腕一甩，化作夜幕，将月光下较为明显的踪迹全部奇妙遮住。也就7、8分钟的样子，他们抵达了香树大道20号附近，斜对面就是目标房屋。他们没再前行，让那张飞毯安静地悬浮于一株粗大树木的冠顶前，自身则俯视起对面目标的状况。时间1分1秒流逝，亨特利稳稳地驾驭着这神奇物品，未有灵性不足的征兆。长夜缓慢过去，天边泛起微红，太阳即将升起。钢铁麦维提这一伙海盗开始准备寻找另外的适合白昼的监控地点。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扶着腰背，动作敏捷地穿行于各个屋顶，来到了香树大道15号上方。他披着黑色斗篷，眉毛焦黄，眼睛深蓝，五官和轮廓都较为柔和，正是烈焰达尼兹。达尼兹谨慎的左顾右盼了一阵，爬上耸起的烟囱，将手一撑，钻了进去，往下滑落。真的来了！钢铁麦维提、血色荆棘亨特利、斯考尔等人同时精神一振。这个时候，几道身影从13号、14号、17号房屋的烟囱和外围隐蔽处窜出，以迅猛的姿态从不同的位置，或撞破窗户，或踢开大门，或利用烟囱的进入了15号房屋。第44章永恒之梦。罗斯德群岛是鲁汶王国在中苏尼亚海域的统治支点，同样也是风暴教会的关键教区，长期有一位能参与枢机会议的高级执事驻守此地。当然，将军这个层次的海盗都未必能惊动这样的大人物，更何况只是所谓的二副和水手长。执事科尔多瓦罗耶愉快接受命令，带领2支带罚者小队，启用了封印物2到37和2166，埋伏于距离香树大道15号较远的地方，务求万无一失。在科尔多瓦罗耶看来，一支带罚者小队配上2件封印物，就足以对付钢铁一群人加烈焰达尼兹，但后者反向留意追捕者行踪的表现，让他有些担忧，直觉地认为藏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又多叫了一支带罚者小队。其实有2到37就足够了。等待间，科尔多瓦罗耶忽然感叹了一句，在他看来，这件封印物将是钢铁和烈焰等人的噩梦。他闭了闭眼睛，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相应的资料，编号37，名称永恒之梦，危险等级2分，危险，谨慎且节制利用。只有3人以上的行动或执事，教区主教才能申请保密等级。主教、小队队长及以上封印方式放置于煮沸的水中，描述外形如同一颗心脏，颜色深黑，触感冰冷，布满空洞，时常发出风笛般的声音。这件物品来源于南大陆西拜朗一个原始部落，他们以灵巫为首领，过着白昼休息、晚上行动的生活。一支鲁恩军队征服了这个部落，得到了被供奉于祭台上的这件物品，并于之后的1周内陆续出现士兵失常、发疯、自杀等事件。研究表明，只要接触过这件物品，就会进入一场漫长的梦境，
如果不被人唤醒，将永久停留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外在表现出焦躁、恐惧、迷茫等情绪，心理和生理状态逐渐改变。被唤醒的研究员依然长时间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这导致了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向上司示爱、亲吻毒蛇的嘴巴、罹患忧郁症、脱掉衣服裸奔、试图用沸水洗澡。如果不将他们调离至另一座城市，结局只有疯掉和自杀两种可能。这件物品可以被利用，将让目标范围内活着的生物进入同一场梦境。使用者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选择目标，排除同伴，范围最大值为半径50米，超过将对使用者造成极大负担，留下强烈的精神创伤。使用者事后会进入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状态，必须离开2到37分所在的城市，才有希望康复。多起例子见附录表明，即使不接触这件物品，也会广泛的影响周围的人群，除非将它放置于煮沸的热水里。附录1与黑夜途径的梦魇效果类似，但更为突出且不受控制。2. 例子1，一位看守者忘记添加木炭，导致火焰熄灭，沸水温度降低，他很快有了异常的表现，疑似梦到了心爱的姑娘，对着自己的拳套做出了热情洋溢的表白，并试图与他发生超友谊关系。例子2，思绪转动间，科尔多瓦罗耶突然看见了烈焰达尼兹。这位黄金梦想号的第4水手长果然来到了这个联络点，想要收取情报。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旁边的带法者队员打开铭刻着诸多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的金黄色方盒，将浸泡在沸水里的封印物2到37取出。这黄金铸就般的盒子则是另一件封印物2到166，它能让内部物品保持原本的温度，并一定程度上改变天气，下一场太阳圣水雨。当然，它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否则带法者们早就用它来封印2到37了，而不是临时取巧。其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不管什么物品，只要与它接触的时间足够久，都能染上活着的特性，并且虔诚的信仰永恒烈阳。在带法者内部已经出现过天天歌颂永恒烈阳的桌子，每一秒钟都想点燃自己净化一切的蜡烛。暴躁的带法者让那张桌子变成了一堆木柴，点燃它的正是后面那根蜡烛。眼见一道道人影出现，冲入了橡树大道15号，科尔多瓦罗耶毫不犹豫就按下右手，让身旁的队员启用封印物2到37。那位队员的手掌表面当即浮现虚幻的鱼鳞，直接从沸水里抓出了漆黑心脏般的封印物。悠扬的风笛声随之响起，氤氲的夜色笼罩了橡树大道15号那栋房屋。冒险家约翰·史密斯等人眼前景象未变，依然是没有家具的空荡客厅和披着黑色斗篷的烈焰达尼兹，毫无进入梦中的感觉。他们努力地奔了过去，努力地开枪射击，努力地使用自身能力，成功重伤烈焰，并抓住了这位悬赏金额3000镑且涉及死神钥匙的知名海盗。然而，现实世界里，他们在原地坐着高抬腿，或游泳般伸展双臂，或用手指做枪，嘴里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行动！科尔多瓦罗耶当先离开隐蔽处，冲向了橡树大道15号那栋房屋。其余地方的带法者小队队员分成2批，从不同位置完成了包围。科尔多瓦未抵达前，客厅里面已光芒大亮，仿佛有一轮太阳正冉冉升起，神圣纯净的水滴则如同雨水，洋洋洒洒落下，正是封印物2到166在发挥作用。距离较远的地方，飞毯静静悬浮，被黑暗遮蔽。钢铁麦维提等人一看到带法者们出现，就明白这果然是烈焰达尼兹的陷阱。这婊子养的，竟然投靠了风暴教会！麦维提眼神疯狂的低吼道。血色荆棘亨特利看了冷静的斯考尔一眼，由衷赞道：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大意。其实我也没想到烈焰达尼兹这头蠢驴会和风暴教会合作。斯考尔平静说道。也许受伤的他早就被带法者抓住，不得不配合他们，正要就此离去，忽然看见橡树大道15号那栋房屋外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凸显了出去，天于地面，飞快向远处游走。烈焰！钢铁麦维提回想起了之前埋伏失败的场景。达尼兹！亨特利也认出了这以奇妙能力尝试逃脱的家伙是谁。斯考尔先是一愣，旋即明白了过来，要么是烈焰达尼兹想趁这个机会逃离带法者的控制，要么他另有陷阱对付我们，结果不知为什么惹来了带法者，只好果断放弃，慌忙逃跑，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机会。血色荆棘亨特利望了眼刚冲进房屋的带法者道，只要把握住那短暂的几十秒时间，我们就能在带法者眼前杀掉或掳走烈焰。钢铁麦维提一下兴奋，眼神变得异常疯狂。在斯考尔点头后，他对另外2位非凡者道，你们带着我的活尸和傀儡，守在这个位置，一旦带法者追过来，就让他们制造混乱，自己趁机脱离。是。头儿2位非凡海盗与那些活尸、傀儡同时跳下了飞毯。孔雀蓝的地毯转了个弯，追到了烈焰达尼兹的前方。你辅助我们，主要防备周围，我担心达尼兹还有别的帮手。斯考尔抓紧时间对血色荆棘亨特利说道。亨特利略显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好，斯考尔不再多说，对钢铁麦维提点了下头。靠着居高临下的优势，麦维提分辨出了那几乎没有异常的多余阴影，判断出了目标游走的方向。他猛然跳下飞毯，如同巨石，重重落在了地面，他的脚底白霜凝聚，寒冷而透明的冰层飞快往侧方蔓延，黑色阴影当即被冻在了墙角。咔嚓一声，烈焰达尼兹竭力挣脱，从阴影里长了出来。飞毯上的亨特利则配合良好的丢下了早就握在掌心的事物，那是片片绿叶、朵朵鲜花和根根荆棘。树叶、花瓣、荆棘或疯狂变大，或连接在一起，贴住缠绕住了烈焰达尼兹，让他寸步难移。斯考尔趁机跳出飞毯，借助下落之势，将右掌中的锋利手术刀插入了达尼兹的脖子。噗嗤，他右手托住刀柄，一绕一转，来到了目标的身后。达尼兹的脑袋一下掉落，身体飞快扁缩，化成了一个薄薄的、破烂的纸人。与此同时，钢铁麦维提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饥饿感，只觉他就像潜藏于黑暗中的恐怖怪物，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不是烈焰。他心中刚闪过这样的念头，一个压缩到极点的赤白火球就从某个屋顶飞了过来，砸向他的身体。钢铁麦维提对此只做了一个动作，那就是抬起手臂挡在身前。轰隆，火焰爆开，气浪横飞，阻挡住了斯考尔和亨特利的视线，但他们却一点也不慌张，对钢铁有着强烈的信心。果然，麦维提只是衣服破碎，皮肤略有白痕，未受任何伤害。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半空翻滚的火浪里走出了一道充满疯狂意味的人影。明明穿的是烈焰达尼兹的黑色斗篷，却有着梳理的很整齐的黑色头发，毫无情绪波动的深棕眼睛，瘦削而冷酷的脸庞。刚才的达尼兹一直是无面人克莱恩，一直是准备狩猎的格尔曼斯帕罗。第45章速战。刚从火焰里跃出，左掌戴着金色手套的克莱恩眼中就有2点光芒由小变大，由暗变亮，仿佛突然划破天际的闪电。在用纸人替身吸引到钢铁麦维提一伙的注意后，他就已然开启蠕动的饥饿，并切换至审讯者那个灵魂，预备着使用精神刺穿这个非凡能力。啊！钢铁麦维提陡然发出惨叫，就像是被人用一把小刀插入了头部，正在搅动灰白色的大脑，疼痛的感觉从他的灵魂深处迸发，瞬间占据满了所有的思绪。与此同时，他的超凡力量应激性爆发，化作飓风卷向四周，半空顿时飘落起美丽梦幻的雪花，地面不断往外蔓延出透明晶莹的冰层，道路两旁的树木一下挂上了白棱，接着飞快枯萎，露出明显的腐烂痕迹。徘徊不去的怨念残灵相继被唤醒，呜咽着，啜泣着，尖叫着，让附近染上了灰白而压抑的颜色。克莱恩自然的从半空落下，左掌手套绽放出太阳直射般的灿烂光华。他张开了双臂，后仰起身体，仿佛在拥抱什么。他的脚跟刚刚踩到寒意袭人的地面，上方就落下了一道纯净的、炽烈的、粗大的光柱。这神圣的辉芒笼罩了钢铁麦维提，照亮了他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如同粒粒钢珠的卷发。光之祭司，神圣之光。无声无息间，麦维提的表情愈发扭曲，表层皮肤出现了明显的融化迹象。这一刻，他就像是一截蜡烛，被投入了燃烧的壁炉。比起只是被污染的失控主教米勒，身为活尸的他在面对类似攻击时更被克制，遭受的伤害更为严重。飘零的雪花随之停止，地面的冰层飞快溶解，挂着根根白棱的树木显露出了本身的棕色。这声势煊赫的光柱毫无疑问引起了血色荆棘亨特利和斯考尔的注意，前者脸色陡变，手掌探向暗袋，
就要掏出施法材料，以居高临下的优势搭救钢铁麦维提。就在这个时候，他目光内突地跳出了一只纯粹由火焰构成的乌鸦，一只、两只、三只，数不清的火鸦仿佛赤色的星辰，占据满了亨特利的世界。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扑腾着翅膀，密密麻麻，炽热高温。亨特利心头一颤，眼神几乎凝固，手掌当即改变方向，抓出了另一种材料。唰，他往自身上方抛洒出了一丛细小的、淡蓝的粉末，口中则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念道：海浪。那些粉末瞬间膨胀，化作一道道深蓝色的浪花，向着周围席卷开来。它们与火鸦相遇，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制造了大量的白雾。之前爆炸的火浪已稍有平息，斯考尔透过残余的赤红，看见了皮肤如蜡融化、血肉寸寸消解的钢铁麦维提，看见了侧对自己、披着黑色斗篷的陌生男子。他没有惊慌，就像一条失去了这方面情绪的冷血毒蛇，平静抬臂，猛然下压双掌。瞬息之间，他看见那脸庞消瘦、表情冷酷的年轻男子身体变沉，动作放缓，似乎被折断了用于飞翔的翅膀，而钢铁麦维提开始挣扎侧翻，要躲避第二轮神圣之光。紧接着，斯考尔发现对方失去重量和厚度，再一次变成薄薄的纸人，被无形的力量压制地面，进入冰雪融化后的泥泞。克莱恩从另一个位置凸显出来，右手拇指和中指连续搓动，边往前冲边打出了3次响指。啪啪啪！他身前太阳鸟形状的暗金色胸针表面有光芒连续闪动，为空气子弹附加上了净化的力量。砰砰砰！这3枚子弹连接紧凑，速度极快，相继命中了动作还颇为迟缓的钢铁麦维提，打在他的右胸，穿透半融化的皮肤和血肉，制造出了一个夸张的、狰狞的伤口，并有金色的火焰向着四周扩散。嗖嗖嗖！斯考尔扔出了一把又一把手术刀，但却被克莱恩杂技般的灵巧变相全部躲掉。这个时候，钢铁麦维提已缓了过来，手掌一撑，重新站起，直奔敌人而去，要发挥最擅长的近身肉搏能力和身体奇异、不怕击打的特殊。他的脚下再有冰层凝结，他的拳头已带上了腐烂的气息。然后他又一次看见克莱恩深棕色的眼眸内有2道闪电如子弹般射出，照进了自己的瞳孔。钢铁麦维提下意识仰头，咬紧了牙关，鼻孔、口中、耳朵处全是往外沁出的血液，夹杂着之前融化的皮肤。克莱恩打出空气子弹的同时，就已经改变了放牧的灵魂，依然是审讯者，依然是精神穿刺。对付活尸这种体如钢铁的非凡者，灵体层面的伤害更为有效。连续的打击让钢铁麦维提在身体短暂僵硬的同时，失去了理智的枷锁。他的脸上长出了一根根黑色的、坚硬的长毛，他的牙齿和指甲在不断变长，他的皮肤蠕动着想要聚合，从黝黑淡化为了苍白，就像一头真正的、疯狂的、渴求着鲜血的活尸。趁此机会，克莱恩已然七进，身体一矮，从钢铁麦维提右侧擦肩掠过，顺手将掌中紧握的一个物品塞入了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个狰狞伤口，塞入了对方的体内。那是绑着几枚黄铜色普通子弹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克莱恩提前准备好的大量太阳圣水。噗！未做停留的克莱恩让斯考尔的控制尝试又一次失败，他脚跟一旋，转到了钢铁麦维提身后，彼此背对着背。啪！他抬起右手，抢在钢铁麦维提掏出那个玻璃瓶前，打出了响指。砰！轻微的爆炸声响起，赤红的火光腾跃，粉碎了本就脆弱的玻璃瓶。大量的太阳圣水顿时倾泻到了钢铁麦维提的体内，这位悬赏金额高达6000镑的知名海盗一下僵硬在了原地，喉咙发出呵呵呵的痛苦呻吟，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体内不断有黑绿色的气体往外扩散，消失于空中。看到这一幕，斯考尔目光发沉，当即掏出一枚黑铁色的符咒，低念出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奸笑。那符咒豁然崩裂，消失不见，完成了献祭。无形的音浪海啸般荡开，几乎不分先后的钻入了周围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克莱恩脑海嗡了一下，鼻端凉飕飕的，有鲜血在沁出。飞毯上的血色荆棘亨特利更是凄惨，脸庞扭曲，身体抽搐的倒下，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倒是远处屋顶上的烈焰达尼兹未受什么影响，
欣喜地扔出了一团反复压缩过的赤白火球。那火球落在毫无反抗的亨特利身上，轰隆一声爆开，血肉猛地往外飞溅，手指、小腿、脑袋等东西缠绕着烈焰，落向了下方，飞毯随之失去控制，缓缓沉降。斯考尔则趁这个机会扭头就跑，毫不犹豫。但是他愕然发现，那在10秒内就近乎解决了钢铁麦维提的恐怖男子没有一点耽搁，回转身体追了过来。怎么会？这是上将制作的尖啸符咒。斯考尔顾不得去考虑为什么，拼尽全力的狂奔往另一条街道。就在这时，他脑袋突然被人重重敲了一下，撕裂般的疼痛让他浑身痉挛。克莱恩眼中闪电光芒褪去，右手抬起，又打出了一个响指。砰！一枚空气子弹越过10来米的距离，准确钻入了斯考尔的后脑。斯考尔没有钢铁那种非人类的承受力，眼前顿时一黑，缓缓软倒。克莱恩几步赶了上去，探出左掌，让欢欣雀跃的蠕动的饥饿开始享受大餐。我听过真实造物主的声音，承受过门先生的呼救，在这方面抵抗能力很强，就连怨魂本身的尖啸都可以快速缓过来，何况只是一枚符咒。克莱恩无声自语，看着斯考尔的身体变成血肉，投入蠕动的饥饿裂开的那张嘴巴里。几秒时间后，蠕动的饥饿满意停止，克莱恩快步回到钢铁麦维提的身旁。这位活尸惨遭净化，虽未被打破脑袋，但也失去了生命。克莱恩跨前几步，拾起落在地上的孔雀蓝飞毯，用它裹住钢铁麦维提的身躯，并提了起来。回头望了眼混乱的橡树大道15号，听了听活尸和傀儡的失控动静，感受到带法者们正在往这边靠近。克莱恩拉了拉斗篷的帽子，往那个方向微微鞠躬，行了一礼。啪！克莱恩手指一搓，周围碎纸全部被点燃，腾起了赤红的焰柱。火光映照下，他身体虚化，连带物品一起变成阴影，消失在了原地。至于正缓慢析出和凝聚的斯考尔，亨特利非凡特性，他没去看，也没去管。贪婪会让人落入不必要的危险之中，现在的收获已经足够。留下部分带法者处理失控的活尸傀儡，被同伴击伤的海盗和抓捕住的非凡冒险家后，科尔多瓦罗耶领着剩余人等飞快赶到了这边，可却只能看见撒了满地的碎尸。零落的手术刀和枯萎的行道树，分辨出正缓缓褪去的太阳气息和来源于血肉深处的邪恶感。